就是你在这五金城的死期。你竟然会吸真气！不然，你以为我是凭借什么在这五金城？装腔作势！看你还能抵抗多久！是我的孩子在保护我。怎么会有火风之火？这世上只有战神体质才配有火风之火。谁说我不是战神体质？小鱼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迎亲大典上，我告诉世人真相，我也会身败名裂。少城主的位置本就不属于我，是我太软弱了。我应该早点制止母亲和李罗，那么你就不会死了。你很好。如果不是你这些年苦撑着无情，在城主和君主的荒淫无度下，无情怕是早已分崩离析。李烨，李烨，混宝，你怎么来了？快救救姐姐！李洛派鬼突突要杀姐姐，快走啊！连衣服都嫌弃跟你一起死，真是无情。楚国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这是怎么了？我感应到你和你没有危险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哥哥，你怎么那么容易就上当了？所以说，好好的为什么要让自己有软肋呢？连龙珠都没有了，还敢违反圣地禁制跑出来，那滋味应该很疼吧？你们到底把他怎么了？我们把他怎么了？他为了见你，消耗了所有龙神之力，他现在就是条废物。你说，是谁把他害成这样的呢？我们快去苍龙阁，我已经没有了龙珠和龙神之力，我们打不过聂荣臻。以鬼头陀的实力，凤芷楼不死也应该重伤才对，怎么回事？不用看了，你的手下已经灰飞烟灭了。凤芷楼在哪儿？他呀，跟着我大哥当亡命鸳鸯去了。龙长子不是被关押在圣地了吗？我那个大哥，为了救凤芷楼，竟然不要命的冲破了圣地禁制，真是可笑。回去告诉圣地，五金圣女说了，如果迎亲大典上龙长子不来，那么哪位龙子来，哪位就是最后的龙帝。
期望越大，失望就会越大。我大哥抛弃了你，你现在应该知道选谁了吧？楚墨山和凤芷楼还没死，你急什么？放心吧，我会找到他们，我会带着礼物去见你。到时候，你可别让我失望。我看就是心疼自己妹妹，舍不得自己少城主的位置。我现在过去把黎洛给咬死，这样的话大家都省心。混宝，你杀了黎洛，就等于杀了五经圣女。就算她是假的，龙帝也绝不会放过你。哪怕解释黎洛和我母亲的事情，他们也只会当真。我们在为凤芷楼和龙长子开脱责任。五经圣女，五经圣女到底是什么？难道那些异界妖魔真的会害怕黎洛这样自私的蛇蝎啊？是啊，混宝，凤芷楼才是真正的五经圣女。那么她与龙族联姻，又代表什么？连龙族和人族都想不明白的问题，你问蛇啊？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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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蛇，我咬你一口，你肯定会中毒的。我天生有毒，这可不能怪我。小鱼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赶紧出来救救他！小玉，真的是你吗？小鱼当时有多危险啊！要不是我姐姐医术了得，将小鱼救了回来，以假死的方式安排他逃脱城主和黎洛的掌控，你小子现在会有这般美事儿？姐姐什么都安排好，不知道她自己怎么样了。他们3日之后怎么回来？你现在没了龙珠，岂不是任人鱼肉？放心，我会尽快向父王讨回龙珠。可是你放弃的，那是龙帝之位，你会不会后悔？我追求的从来不是龙帝之位。我现在已经有了以往不敢设想的珍贵宝藏。是我疏忽了，我忘了龙族不需要吃人类五谷，而是靠吸收天地灵气。仔细想来，从我们同房开始，你就已经不思饮食了。我还以为是我自己心情不好，所以没了食欲。我从龙王令的书上看到，自龙子怀胎，它就会一直吸收我体内的养分，直到出生。楚墨裳，
你说，我这个样子，会不会只能跟你做3年半的短命夫妻？怀孕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，天地灵气我会给你，但是这个圣地印记的空间坚持不了多久，孽容者随时可能会摧毁这里，到时我们2个都得死。那怎么办？记住我接下来说的话。那好的，回楚斋，保护好自己和孩子。放心，我会回去找你。商，圣地印记的结界保护不了你多久。没有龙珠的你就是个废物。识相的话，快点出来！我若撕碎圣地印记的空间，你和凤之楼谁都别想活。我数到3，可就动手了。3。你还真是心机深沉，善于隐忍。第一次你阳毒失败，第2次利用我与楚墨商之间的羁绊，引他失去龙珠，也要从圣地回到我身边。你还真把自己当长嫂来教训我，连说话的语气都跟我大哥越来越像了。你如此大动干戈，不就是想借这次机会解决掉我？哼，是，你一日不死，我永远是父王退而求其次的选择。至于他，就更留不得了，竟然还怀有我们龙族的血脉，看来真是又多了个麻烦。拿好护心令，去出差，我会去找你。你务必小心，一定要来找我。楚墨商，我看你是被秦心爱冲昏了头，竟然不要命的拔掉护心灵，你今日死定了！怎么站在外面？你还怀着身孕？走，进屋子里。我特意托人从5星带回的糕点，吃点甜的，心里就不苦了。真甜。自打和你相识以来，你总是不让人省心，处处惹麻烦，脾气又倔，总是得罪人。你也不要怪我父王，他实在是没有法子了。娶了我这样的人，让夫君费心了。让你在家里受了那么多的委屈，
为难你了。好在我能帮你打开慧根，助你无休。娘子聪慧，不喜他人教条，吃了亏长了教训，办事做事也渐渐沉稳。楚墨裳，我知道你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是你不要丢下我好不好？我们和孩子还有未来，对吗？等这件事过去，父王就会明白我为何要娶你。至于孩子，品性随你，我自然是放心的。只是要教他，不要像我这样板正，总归是太累了。楚墨裳，我不喜欢你说的那些话。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把聂荣芷已经解决掉了？我知道，我现在还在梦里。楚墨裳，你如果没有了龙珠，你就会受制于聂荣芷。他一旦当上了龙帝，他绝对不会允许有你的存在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也是我技不如人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芷楼，我们的责任从来不是成为龙帝龙后，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我知道，我们一直都是心意相通的。我在来之前，也跟婚宝说过同样的话。你要守护家人，甚至凤霞庄，但不一定要成为五经圣。我要守护圣地，也不一定要成为龙帝。我是龙神，万年寿命。我对这世间每一寸土地和生灵都充满情感。守护我所珍视的一切，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。可是我会让你的路变得越来越难走。芷楼，你救了我的性命，没有你，我不会解阳毒，也不会活下去。但我娶你，不是为了报恩，是责任。是情不知所起，是本能，是天性的吸引。姐，现在什么情况？混宝，你现在跟我走，少主和凤芷楼他们出事了。走。抱歉，以后你要一个人走下去了。但是我的护心灵会一直保护你。不要，我不要一个人。凤儿小姐，凤儿小姐，凤儿小姐，快醒醒！凤儿小姐，凤儿小姐，发生了什么？我这是怎么了？楚墨裳呢？你晕倒在大门口，是我们将你带到此处。凤儿小姐，你手里拿的是少主的护心灵。楚墨裳，楚墨裳，你醒醒！只是暂时维系住了少主的性命，但他伤得太重，五脏俱损，已丧失意识。
没有龙珠为他恢复，少主很难坚持太久。我们已经束手无策了，怕是无力回天了。什么无力回天？就是一束缚经罢了。怎么可能？他是龙族圣地的少主，他怎么可能会死？我们没能保护好少主，我们愧对于你，我怎么就是只鸟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少主，回主宅。少主或许已经预见了自己的下场，提前拔了自己仅有的一片护心灵给你，用幻境阻止你发现真相。万年来，少主背负着圣地龙族的生命，他总是一个人辗转各地治灾斩魔，从未抱怨过。为了防止自己陷入险境，少主将自己的逆鳞化作了圣地印记，里面有他一部分的龙神之力。可现在印记莫名到了你的手上，你也感受到了。每当你陷入险境，少主的神力都会保护你。如果龙珠还在少主体内，也许能帮他慢慢恢复圣势。但龙珠被圣主夺走，要挟少主放弃你，与黎洛成婚。没了逆鳞，没了护心灵，少主又与聂荣芷大战，耗尽了最后一丝神力，神魂溃散。如今，就算龙珠回到少主体内，也很难唤醒他。他只剩下一副躯壳了。你怎么样？我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少主如今身负重伤，若是聂荣芷成为龙帝，圣地和长街会怎么样？这么伤，我从来都不知道，你给我的圣地印记、玉佩、护心灵是如此的珍贵。原来，他们就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。我不管你什么时候消散，我不管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，我都要把它们慢慢拼起来。我一定要你恢复如初。少主的神魂，少主的神魂寄宿在护心灵上，怪不得我刚才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我梦到他好端端的在我的面前，那也不是完全的梦，是他的神魂一直都陪着我。龙族此生只会将护心灵交给最爱的人，因为护心灵下面是龙珠，保护龙珠就是保护自己的生命。少主将护心灵交给你，是他的选择，他一定觉得你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。我
想少主无怨无悔。即便是把护心灵还给少主肉身，没有龙珠护体来恢复龙神之力，他的生依旧是无力回天。龙珠可以救他，你们立刻回圣地，万万不可！少主是宁愿放弃龙珠龙帝之位来到你身边。飞远、白鹿，我凤豸楼再次请求二位立刻回到圣地，禀报龙帝，楚墨裳之所以要坚持与我在一起，是因为我已怀有龙子。若我只是人族普通女子，3年之后，我将龙子产下，我必定无法活下去。无论他们相信与否，我就是5境圣女的血脉。龙子，这是上天的恩赐，龙族和龙族的联姻都很难再降生龙子。我一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混宝在外边给您做了隐身结界，您如果要出去，请务必小心。你们快去快回，我在这里等着你们。我们定将龙珠带回。楚墨裳，你说圣地的人会相信我们吗？父，这一次我真的不想再包容哥哥了。他为了见凤豸楼，不惜闯开你设下的禁制。我本来在长界想劝哥哥回圣地，但没想到他既然联手凤豸楼，用圣地印记将我重伤至此。那少主心在何处呢？应是和凤豸楼在一起。简直是色令智昏！我等原本等着商少主回心转意，等来的却是他背弃我们。这凤豸楼到底是何许人呢？竟然能挑拨龙族2个龙子决裂，简直是恶毒至极，就是恶魔的化身。圣主，为了避免少主执念于凤豸楼，我们曾到长界见过凤豸楼。凤豸楼只是人族凤家庄的庶出2小姐，在遇到少主前没慧根，不能午休。她与圣地印记结契，因极阴之体能解阳毒，才和少主有这份姻缘。若论资质和品性的话，虽是长界之人，但确实比黎洛郡主更适合少主成为龙后。圣主，事情并非芷少主所说，芷少主与商少主对决，如今商少主失去龙角，又没有龙珠恢复，现在5脏俱损，所以没能回到圣地。而且少主即便没有龙珠，也要打破禁制前往长界，是因为感应到凤豸楼和他腹中的龙子有危险。什么？白鹿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刚才说凤豸楼腹中有龙子？圣主，千真万确，时隔1000年，你要有龙孙了。商平日里想着他做的事，看上去无欲无求，突然间开窍了，怎么突然开窍了？哎，长老，快占卜我的龙孙如何？啊，好啊！圣主，人族寻常女子怎么可能轻易怀上龙子？商少主之前所说句句属实啊！黎洛郡主她不是5境圣女，凤豸楼才是。飞渊，莫要混淆视听。人族普通女子也可怀上龙子，只不过在出生时，母子都有可能丧命。在龙子出生之前，一切还未可知。圣主，此事商少主性命攸关，
求圣帝网开一面，救救少主和他的龙子！属下愿意赌上性命，为少主和凤芷楼求情。圣主，即便你对凤芷楼有诸多不满，但少主和龙子不该滞留在长界。我们随你们去趟长界。无论如何，让山回来，我要听他解释这一切。跟我过来，他们肯定在那边，一定要把人给我抓到！快点，跟上！你们俩走那边。是。走，快！没有。走仔细了。是。没有。这边也没有。没有。哼！给我搜，务必找到月娘和凤芷楼，以及龙长子的行踪，你必定逃不远。遵命。我可是900年的妖兽，我亲自做的结界，想被你们这群庸人轻易发现？哼！姐姐和少主，你们一定要平安啊！楚木上，我和孩子都很需要你，你一定要快点醒过来。你打算要我记你一辈子吗？我告诉你，绝无可能。你的圣地印记，你的护心铃，你的冰封剑，你所有的一切，如果你死了，我就把它们统统丢掉，我绝对不会留着。如果飞渊和白龙带不回你的龙珠，我就在这里，我就在你身边，我就一直陪着你，直到我们孩子降临，我就以生死的方式，我就把这个破印记摘下来还给你。你一定要醒过来，你可是龙神大人，天下苍生还需你庇佑。芷楼，你现在见到的是我的神魂，护心莲里有我的神魂碎片，我才能幻化出来。但是，我也只能陪你片刻。楚木生，你为我做的一切，我都知道了。你怎么那么傻？
你把所有珍贵的东西你都给了我。自我降生以来，我耳边就只有一个声音：作为龙族太子、圣地少主、冯地继承人，我必须要变得更强大。只有我变得无比强大，我才能守护圣地和长界。这也成了刻在我骨血里的使命。为此，我从来没有抱怨过、抛弃过、质疑过，直到遇见你。说来也可笑，在人们心中高高在上、无所不能的龙神大人，也是一个会被亲人背刺、会被杨都折磨、会让父亲失望的可怜虫。但也正是这些软弱痛苦的时刻，让我感受到我真实的活着。谢谢你，准龙，是你让我知道我可以守护天下，但唯独守护不了自己。我一点都不后悔，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护你安危，带上孩子好好过自己的生活。如果我们两个只能活下来一个，我希望是你。这也是为什么我把护心莲留给了你。这样看自己，还真是有点奇怪。就算只有一丝希望，我也不会放弃。想点开心的事情吧。我计划着把一切事情都解决完以后，我们就一起回到凤家庄。如果你想把孩子带回圣地，你不要对他太过严厉。我还是希望他能像你一样，在凤家庄自由野蛮的生长。比起龙子，我更希望是龙女。我相信你一定会在圣地让他开出不一样的花。出没上，你说龙死以后会变成什么？龙死了以后，一切都会反哺天地。人族的生命短暂，到最后是黄土一跑。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，在不远的将来，我们会在很近很近的地方再次相遇。你说呢？心间门如今好吗？一别后12年，只剩下牵挂。还是山盟，等待中崩塌。小小年纪竟有如此手法，
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。小玉医术师承储医馆，可以配得上司药局掌事的位置。我记得五京城有此技艺的，也就只有储医官了。他是个老顽固，只说要把他的医术传给他认可的弟子。他果然没有看错人。我想芷楼了，我想这样每天抱着他。下次见面，你就可以这样抱着他了。小鱼，时辰快到了，我们该走了。最近一直没有听到芷楼来，你们告诉我，他是不是遇到什么危险了？月姨，芷楼与龙长子情投意合，但因我妹妹黎洛与他有婚约在前，龙长子为了跟芷楼在一起，放弃了龙神之力和龙珠，最近又惨遭暗害，现在我们也在等他们回来。你们知道黎洛为何能成为五京圣女了？我和芷楼就是五京圣女的后代。凤家庄是五京圣女的故乡，奈何你母亲从中万般谋算，芷楼与龙族少主能在凤家庄结缘，一切都是命中注定，他们是天作之合。对不起，月姨。不怪你，月姨没事。芷楼与龙族少主之间，万般皆是命数，所有的考验都是必将经历的劫难，只有渡劫，才能重获新生。上古龙神和五京圣女，才能庇佑他。以前我是被母亲的身份迷了心，瞎了眼。我怎么可能会有黎洛那样的女儿？给小鱼添麻烦了。小鱼，你愿意照顾我，我心里十分感动。虽然我看不清你，但我能感受到你一直在我身边。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小鱼，少主的气息越来越弱了，我看到他们又进了苍龙阁。少主若是神陨在苍龙阁，姐姐没有了龙神之力，将会被困在苍龙阁之中，再也出不来了。怎么办啊？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混宝，你别慌，龙王令上有记载，上古时期五京圣女遇到生命危险时，人们将圣女传送回来的办法。龙王令的书能将五京圣女传送到五京城任何一处的圣女祭坛。这么说，我们可以将姐姐和少主召唤回来。五京城的圣女祭坛就在战神殿。你跟小鱼拿着我的腰牌和书，趁无人再去。放心，我会拖住黎洛和我母亲他们。走吧。
果我喝这些没用的补药管用，我用得着喝月娘的血吗？月娘呢？凤纸楼呢？人都抓到了吗？他和圣地少主现在在城外，明天之前绝对不可能回来。事情没发生之前，谁都不可能说绝对2个字。如果凤纸楼回来了呢？龙长子没回来呢？龙长子回来了，他会心甘情愿带你去圣地？到底是我的好母亲，你都能想到的，我会想不到。回来！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想什么，跟你没有关系了。至于这药这么金贵，之所以给你喝，只是不想让你死在我去圣地之前。你回来！你瞧，即便你取得了前往圣地的资格，在别人眼中，你还是被楚墨商给抛弃了。他为了凤纸楼，还是不要命的回来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楚墨商到死都不愿意选我？你看，这是什么？你把他杀了？这是我的礼物，五金圣女只能是我的妻子。好啊，等我成了龙后，我要杀了凤纸楼，灭了凤家村，谁都不能阻止我。再加个楚墨商，就更好了。无论是龙帝之位，还是五金圣女，都是我的，也只能属于我。因为只有胜利者才有权利写下战功。你说的对，我们果然是一类人。雷燕这个时候还是管用的，幸亏有他的腰牌开路。烽火雷电，气急如风，动如雷霆。五金圣女，感应无知召唤，速现！我就说龙王力是骗子，说的都是骗人的。要是姐姐和少主出事了，我先把那2个龙婆娘给吃了。烽火雷电，气急如风，动如雷霆。五金圣女，感应无知召唤，速现！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我刚看到姐姐的影子了，现在咱们该怎么办啊？凤儿小姐，我们带着圣地的黑白圣使来了。姐姐又别说了，人去哪儿了？人去哪儿了？按照你们所说，如此重伤的龙长子，即便将龙珠归还，恐怕也难以恢复了。
你个老东西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少主没有龙珠没法恢复，他怎么可能会死？他怎么可能会死啊！少主逆鳞化作圣地印记，他人无法触碰。帮少主防御治愈者被攻击的伤害，但圣地印记到了凤轾楼手中便无法取下。少主又不愿杀凤轾楼，只能以龙珠治愈伤害。少主如今神魂在护心林内，但还在凤轾楼手中。现在他没了踪影，如何疗愈？在失去护心林那刻，少主怕是早已存了必死之心，没想着自己龙珠能回来。够了！你们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少主都快要死了，我们如何对得起少主和凤儿小姐的嘱托？这就是你们想要的结果。我们想要的是保住圣地和长界，不让魔族入侵。既然已成定局，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将五经圣女战袍送到五经城，尽快完成五经圣女与龙族的联姻。只是联姻的龙子只能换人了。那少主的龙珠留下来也是无用，还是带回去交给龙帝吧。你们在圣地高高在上活了万年，不是冷心冷面，而是没有心。龙珠必须留下，龙珠必须留下。如果少主殒命反噬天地，我和白鹿会把龙珠带回圣地。现在哪怕有一丝生机，谁都不能把龙珠带走。飞燕，你不要命了！把龙珠留下！飞燕！龙珠可以留下。既然你们愿意等待神迹，那就在此处等候吧。记住，不要忘记你们的使命。圣地与五经联姻大事，你们两人必须回来帮忙一起操持。飞燕，少主真的没救了。不，一定有办法。我们从进门就没有见过凤轾楼，他不会轻易带少主离开。如果有一线生机，我们就不能放弃。飞燕，你最近真是意外的可靠。少主平时那么可靠，我迷糊一点也很正常。以后换我来保护你。圣主，带我们去查看少主的情况时，一切都已经太迟了。少主回天乏术啊！来，我的长子，父王，龙族的继承者。若圣地结界崩坏，你需到长界找到龙王令，迎娶五经圣女的后人为龙后，才能修复结界，拯救龙族与人族啊！必不辱使命。
伤这孩子生来背负太多，但从未跟我要过什么，只是在迎娶五经圣女这件事情上，第一次忤逆了我，所以我才取出她的龙珠作为惩戒，但我从未放弃过她，因为她是我心中最合适的龙帝人选。圣主，大错已经酿成，我们该为接下来的事情做准备。你们带着五经圣女的战衣前往五经城，只说龙族将换次子来联姻，待迎亲五经圣女到圣地，我会将龙帝的位置传给旨，让他们成为新任的龙帝和龙后。结界崩坏越发严重，你这是又去了何处？真是难得，父王竟然开始关心我的去处了。你知不知道你哥哥即将神陨？难道你没有半点愧疚吗？愧疚？我为什么要愧疚？明明是哥哥放弃了龙帝之位，是他不务正业，昏庸懦弱，而你呢，父王？你冷酷无情，夺走了哥哥的龙珠，难道你就不知道龙珠对我们龙族的重要性吗？你与哥哥造成的这一切，你们都不愧疚，为什么我要愧疚？你这个孽畜，竟然如此冷漠！冷漠？冷漠不好吗？身为龙族肩负重任，就应该摒弃那些无用的性情。父王，平日里你满心满眼都是哥哥，哪怕他一次又一次的忤逆你，你都不在乎。而我呢？我永远站在你的身边，你从来都没有正眼瞧过我一次。放肆！怎可如此态度？我与父王讲话，你插什么嘴？我告诉你们，现在整个龙族的重任都交到了我的手上，只有我才能成为龙帝，只有我才能迎娶五经圣女。上经历过的事，做过的事，你没经历过，你未必做得到。父王，你还有得选吗？我就是你的唯一，你没得选。对，这一切全是我一个人造成的。收拾一下你这不成体统的样子，去五经城战神殿吧。聂荣芷必不负重托。这里是五经战神殿，我们怎么会来这里？在凤家庄，你是一个人，现在有很多人在等着你，你就是他们选出来的五经圣女。即使有人可以事先伪装成圣女，却也无法被龙王令的古籍召唤。原来龙王令上早就记载了如何验证真正的五经圣女。这是什么？上古龙神和五经圣女。楚梦裳，若这是最后的时光，我希望未来想到此刻，不会留有任何遗憾。我既有缘被我的同伴召唤回来，
我凤芷楼在上古龙神与五经圣女的见证下，在此立下誓言：我与楚墨商，无论他未来是生是死，我与他生死相依，荣辱与共，此之不渝。我龙族楚墨商，向上古龙神和五经圣女起誓，此生守护凤芷楼，不分你我，彼此尊重，矢志不渝，生死与共。